大家好，又到了 Brand 学习时间。我说过要做中国8大名菜 Brand 照这个教程的汇总。然后呢，今天我们做的是麻婆豆腐。然后这个麻婆豆腐呢，取材这是有纹理取材自这一个相片啊，我是在 Google 搜索麻婆豆腐啊，把这个相片下载下来。然后呢，最好是高清的啊。下载了以后呢，就会在你下载文件夹出来。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做的这个麻婆豆腐，我拍了一个小小的动态给大家看一下。我故意在左边放了一张刚刚我们下载的麻婆豆腐的相片，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是如此的逼真。OK， 然后呢，我们这个教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一点讲。先说这个立方体，这个立方体打开 Blender 就有了。然后呢，我们进入编辑模式，鼠标右键细分啊，细分多少次呢？在左下角设置它10次也好，20次，一般可能也就10次。然后呢，我们确认在点模式下，打开这个右上角这个工具啊，你就可以在这随便选一个点，然后用移动工具稍微造成这个是像豆腐一样的不规则的正方形啊，稍微给它做一点这个凹凸啊，或者伸出来啊什么的啊，这个就随你所愿了。OK， 每一面都做一下啊，它除了底面不做也没什么问题了啊。你要做也行，你看底面也可以做一下，因为你到时候导入的时候有可能底面出来嘛，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就可以伸进去也行，缩起来做成了一个豆腐不规则的形状。OK， 好，然后呢 Object Move 就行了。然后这个豆腐，然后鼠标右键 Say Smooth， 好，大概就是做成一个豆腐不规则形状，然后把这个 Q 的名字改成豆腐啊，豆腐的名字。OK， 然后呢，用移动工具把它移到一边去。OK， 把它移到一边去。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有个 Edit Preference 喜好设置，在Blender 有个插件啊，在 Add-ons 我们可以找到叫 Image Express。OK， 大家在搜索 Image 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搜索 Image IMAGE， 然后呢就有一个 Import Image Express 勾选啊，勾选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刚才我们导入我们就是下载那个麻婆豆腐的相片，把它给找出来。OK， 好，然后呢 Import Image Express， 然后呢可以用伸缩工具把它放大。好，我们把它移到一边。OK， 然后在 Viewport Shading 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这个相片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豆腐，我们已经修成它不规则的豆腐形状啊。然后呢，我们进入 Shading， 然后呢，把这个重新再把这个麻婆豆腐的相片给它引进来。是在 Downloads 文件夹 OK， 然后呢，在最后我记得是在 OK， 然后呢，把这个麻婆豆腐以文件夹引进来 ，Color 连上 Base Color OK，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豆腐呢，有一些绿色的葱啊什么的也进去了，对吧？这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用 UV Editing 展 UV 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课程。好，我们把它面对面。OK， 面对面可以把正面给搞上。其实呢，如果你想就是做得更好一点的话，每个面都做一次这个展 UV 啊。然后呢，我们选面模式，然后全选它这一个面 ，OK， 全选它这一个面。然后呢，
你就能看到这里还有些别的啊，我们不需要别的，我们可以我们这个样子点击它 ，OK， 你也可以打开这个 X 光工具啊，然后呢，数字就是刚好就是要在这个正面或者每一个面都可以做一次啊。你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就每个面都做一次。而我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 UV Project from View 就是这一个面 ，OK。好，然后呢，我们全选它以后，然后 UV Project from View， 这样的话呢。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这里变成正方形，然后你就可以拉一圈啊。现在它也是点模式啊，面模式也是可以的。然后伸缩工具让它缩小，选了伸缩工具，然后把它旋转，让它的样子刚好就是贴近其中一个豆腐方块的样子。OK， 不要有绿色啊。然后呢，在这边都要看。它就是像麻婆豆腐一样了。然后呢，你可以其他几个面也多做一下啊。然后呢，展 UV 就是这样做的。那其他几个面呢，我就不做了哈。跟着呢，加一个 Silent， 同样的 Silent 呢，我们换到编辑模式、面模式，把上面这个面和底下这个面，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一起点选 X 键 Delete Faces， 然后回到 Object Mode， 鼠标右键 Say Move。 这个呢，我们是做这个葱花的，就切成一段一段的葱花，所以呢，它有点大，用伸缩工具把它缩小，然后移到右边 ，OK，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点选葱花的这个绿色 ，OK， 就搞定了。或者你自己设置一个绿色啊，你想更绿一点，你就把这个提上去一点就行了，好吧？好，同样的，我们跟着呢就做完了，加一个 UV Sapphire。同样的，之前也教过怎么做啊。这次如果是新人第一课看，那只能重新做了。Edit Mode 编辑模式，选面模式，然后打开 X 光工具。我们呢，数字这是1键挡住了，3键嘛，3键看，然后呢，鼠标左键一框全选了，然后 X 键 XYZ 的 X 键 Delete Faces。然后呢 Object Mode 鼠标右键 Say Move， OK， 伸缩工具把它压扁压的差不多吧。然后呢，伸缩工具再把它等距的拉大。好，这个碟子做出来了，给它一个材质。其实呢，你可以用任何一种颜色都可以，但是我这次是用白色对比色Roughness 变成0，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个白陶瓷的碟子。OK， 好，跟着呢，我们可以你也可以用这个Shift 加 D 多一个它，然后把它翻盖过来从侧边翻盖可能会好一点看大家把它会翻180度什么的这不够，我们把它改到180度，改到180度然后呢，伸缩工具从上面往下看，数字7键看，把它大概搞成这个样子OK， 然后再用伸缩工具把它压扁，压的差不多扁。因为呢，这里呢我们要导出这个粒子模式所以呢，我们可以添加粒子模式，先把这两个选这两个选了记得这个豆腐呢，这几个面尽量也 UV editing， 就是展 UV 我现在就不展了然后呢MLLA 的 M New Collection 就变成 Collection 2然后呢，我们再选回这个它的这个然后你可以
先在材质这里给它用一个你需要的颜色，或者是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是在这里说吧，在这里说啊，这个已经做好了啊。我用这个的Sapphire，第一个Sapphire呢就是导入的，然后呢在粒子模式这里给它一个 hair， 然后呢 advanced 用高级的，然后呢我这个 number 呢是根据我的这个豆腐有多大和葱花有多大来导入的啊，大概大家按照自己喜欢的变成多大啊，372，我是372，然后呢 hair length 是0.5m， 然后呢为了让它的豆腐就是不要太过规则，所以呢我把这个 rotation 勾选了啊，然后把这个 frames randomize 这里的都给设了一下啊，这样的话它就不规则。然后呢还有 render as 呢肯定就是 collection 一个组合，因为刚才我们把这个 cube 这个豆腐和这个silent 葱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我把这个名字给改一下，这个葱啊，这个葱呢我还 copy 了几个出来啊，因为葱花多一点点好看一点嘛，对吧？我就 copy 多了几个，就变成4个 silent 都是葱啊。然后 Q 呢就是豆腐 ，OK， 给个名字，豆腐啊就是豆腐 ，OK， 好，然后这几个就是葱啊，然后呢导进去，然后这个 Sapphire 这里啊，刚才说到这里 collection 呢，就是这个 scale 呢就能控制这些豆腐和葱大小啊，然后 scale randomize 也是有大有小让它控制。collection 呢，这里我们这个 collection 就是因为我们导进去的是一个组合，葱和豆腐的组合，所以呢这里就写 instance collection 就是 collection 2了啊，就是 collection 2就选了。然后呢我再把它这个就是让它不是反过来的碟子嘛，我把它那个show emitter 啊，就是 render 这里 show emitter 都给勾选都给取消，还有这 viewport display show emitter 勾选也给取消了啊。取消了以后，这样的话呢，那倒过来的这个碟子大家就看不见了，对吧？刚才我们不是倒扣了一个碟子在这儿，然后其实是让它出来这个粒子，就出来这些东西嘛，这个豆腐和葱嘛，对吧？这样的话呢，这个倒扣的东西的豆腐啊、葱就都不见了哈。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啊。这里呢是300，先给它300吧。然后呢，这里是0.5。rotation 勾选，然后呢，这里搞大就随便搞一个的，我是 render as 呢就是collection， 然后instance collection 就 collection 2哈，然后呢，现在太小了嘛，是吧？让它大一点啊，这豆腐就出来了，对吧？collection 豆腐 silent， 哎呀，这 silent 有点少了，然后呢，我去加低就4个了嘛，就你这时候你就可能看见这豆腐多了，对吧？可以多了嘛。我们再选回这个Sapphire，就是Sapphire 001啊，就是倒扣的这个。然后呢，300有点少，按照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多一点啊，都没问题啊，因为这里的豆腐可能少了一点啊，你就把它给搞多就是了呗，对吧？或者是说把这个数据搞大啊，这个豆腐就多了。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 show emitter 给关掉不是这个viewport display 这里 OK， 这样的话你倒扣了碟子就看不见了啊。你可以把这个碟子再往上提一下 OK， 这样就装住了，对吧？好，还有枝叶呢，我们也是加多一个 UV Sapphire， 然后呢鼠标右键 C Smooth 啊，然后呢把它数字7键看，把它伸缩工具放大 OK， 大概跟豆腐这里差不多大就行了啊，跟豆腐这个边。然后呢我们用伸缩工具把它压扁啊，因为这是一个枝叶，所以呢稍微压到就是能看到一点枝就行了 OK， 不用太多啊，像这样也还可以，是不是对？好，然后呢这个枝叶呢它的纹理是按照这个来做的。好，这个枝叶的纹理是Sapphire 002 OK，
我们进到这儿来看，这里呢就不一定是302，可能是301了啊。我们进入 shading 啊，枝叶纹理我是这样的。好 ，material output， 然后呢加 mist shader 啊 ，mist shader， 因为呢我想让它的枝叶有点透明，所以 transparent BSDF 这里是可以适当调一下它的这个透明和不透明的啊。这里是就是因为我要它透明啊。然后呢 color ramp 呢这里是黑色，这里呢是黑枣红色啊，黑枣红色。然后在这里呢我加了2个节点，一个是 grading texture， 一个是 Voronoi texture 啊，就是说想让它这个液体里面呢就是不要太规则的同一个颜色，然后呢这个grading texture 呢你就可以稍微让它的这个就是多一点啊，这个 scale 这里多一点，让它有一些那个晕，就是怎么说呢，油啊什么的啊，就不会太规则的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让它有些纹理吧，这个枝叶 OK， 然后这里调多一点或者调少一点啊，就看你自己需要 OK 啊，这个麻婆豆腐的汁啊就是这样搞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豆腐呢，这个豆腐的纹理呢啊，可以看到这儿 OK 啊，这个豆腐的纹理呢，我刚才不是说嘛，我们粘上了它的相片啊，麻婆豆腐的相片啊，粘上以后，我还把它的 runis 粘上，然后呢还加一个 bump 节点，因为我想它表面有一点粗糙纹理啊，所以呢加了 bump 节点，但强度只用了0.1啊。我看看 distance 调有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呢不用调了，对吧？好，我就这麻婆就是这个方块啊，也就是说这一个方块的节点是这样的 ，OK。好，然后呢还有这个碟子，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碟子呢有花纹的，对吧？你可以在Google 搜索那个花纹就行了，就是随便搞一个中文吧，碟子 OK， 花纹什么的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啊，你就在这下载一个就 OK 了啊。我呢就是用原来的一个来做的啊。现在呢这里是黑色的碟子，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颜色啊，可以把它改成白色碟子啊。然后呢也是展 UV 啊，先进 shading， 把这个碟子的纹理，我看这里是碟子的纹理，我看在哪里啊？碟子纹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OK， 然后呢，我把这个碟子的纹理给找出来先。Documents， Material， 然后找到纹理文件夹。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碟子的纹理看看在这个哪里，在这儿啊，然后移进来，然后粘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见碟子纹理是乱套的，对吧？好，然后呢，我们进入 UV Editing， 展 UV 又来了。在这个教程里，展 UV 是用的很多的啊。我们呢还是选面模式啊，把它给摆正，位置给摆正啊。然后圈选 ，OK， 圈选了以后，然后在这 UV 也是 Project from View， 好，看到了吧？然后它就出来这个了，是吧？我们就可以圈选，同样圈选，把它移到中间的位置啊，一定要中间啊。然后用伸缩工具放大 ，OK， 然后就是让它刚好 match 这个碟子的花纹的纹路。OK， 啊，我大概做一下，你看这花纹就这样出来了哦，好吧？好，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做完了以后，你可以在上面打个灯啊加一个 area light 呀什么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世界背景。我们先把这个摄像头给装一下啊，大概就装成这样吧，因为这里也比较粗，这个是我只是说话的啊。然后呢，世界背景我在这说吧，
进入世界背景 ，OK， 进入世界背景，我是用这个 Leaf Wood 啊这个文件，也就是说，进入世界背景以后，点击这个黄色，点击 Environment Texture， 然后把这个文件放进去，它是在这个 polyheaven.com 这个网站的，直接进 HDRIS， 然后呢，这个文件在这找一下啊，我在这换成英文 LYTH，OK， 然后就是这个呢是我一直做这个菜的时候喜欢用的一个背景啊。其实我不是要用背景，我用它的光线，因为它比较偏黄啊。点击以后，点击下载，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里出现一个以 EXR 为结尾的文档，你可以用上 ，OK， 啊，你就可以把它挪到某个地方，然后用上了啊。然后呢，我这里就是这样，文件夹这里导入就行了。然后你再适当调一下它的光线，要不要就是亮一点，或者是暗一点什么的啊。啊，你看这很像了是吧？跟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了，好吧？然后呢，我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Ambient Bloom 不用打开啊 ，Screen Space Reflection。然后呢，这个Look 呢，我搞了 Very High Contrast， 因为让它红绿的这个对比色更明显啊，用 EV 来渲染就 OK 了，好吧？然后我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再见，拜拜。